Hello，大家好，我是妮妮，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不知道大家五一假期玩的怎么样？从开年到现在，大家都太辛苦了嘛，好不容易有这段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希望所有的人都有趁着这段时间就休息的比较好，然后也玩的比较开心。然后今天呢，我又把头发给弄卷了，因为上一支视频不是我拍了一个我自己的那种风格大转变的一个视频嘛，然后里面就尝试了这种比较卷的头发，我就发现好像还不错。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跟我留言说，就也挺喜欢卷发的。然后我自己今天就把它弄卷了，只是可能以后化完妆之后就要再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去弄头发。然后好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那么今天的这支视频呢，是想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简短的近期购物分享，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近期宅在家里面发现的一些能够让我的生活提升幸福感的一些小东西。第一个想和大家分享呢，就是我最近唯一买的一个包包，也就是这个 BV 的小号云朵包。那么这款包包呢，我其实已经收到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了，也就是已经背了1个月，然后我就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包包。这个包包呢，我觉得它首先第一点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的整个皮质很好，就摸起来的时候，它的整个皮质很厚实，然后很软。因为有一些那种软皮的包，我觉得很担心的就是那个皮太薄，它就撑不起那个包包的质感，会让那个包包就有点跌价。它的设计很简约，但是却又不简单。就简约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它整个只用了一张皮嘛，然后颜色也很单一，就不是属于那种这里边有一个花纹呀，或者那种一层一层的那种包型。但是呢，它的这个包包上面的这种皱褶，然后比较大气的那种感觉，然后不规则的一个包型，就会让这个包包有一种很出众的感觉，但是它又不会太夺人眼球。然后我平时在搭配这个包包的时候呢，我是发现说它无论是搭配一些比较简单的穿搭，还是说搭配一些比较有设计感的穿搭，它都是能够与之搭配，然后互相提升的。就例如说，我最近唯一出门的时候，就是出门去逛超市，然后逛超市我都是穿的比较简单，然后基本款的衣服，我就发现搭配这个包包的时候，它能够让那种基本款的一身的穿搭增加它的整个质感，然后增加它的一个设计感。但是我在搭配一些有设计感的衣服，就它原本那个衣服就比较有设计感的时候呢，背这款包包它也不会说去抢那个衣服的整个光彩呀，它整个感觉是比较有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一个作用。然后说到这个包包呢，就有一个让我更加开心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是以一个很低的价格买到的，就虽然它是今年非常火的一个包嘛，然后呢，我是以一个65折的价格买到的这款包，那就是我最近就又发现了一个比较小众的电商，然后它是叫 Exception 的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小众电商。然后这个电商呢，不是我自己发现的，是他们给我发邮件，然后就推荐他们自己，然后我就直接去他们的网站上面看嘛，因为我自己平时是一个非常喜欢去找那种小众电商的人，因为我觉得小众电商就意味着他们上面很可能有宝藏。因为像那种目前比较大众的流量比较大的电商的话，尤其是在这种打折的时候，有时候你是真的抢不到你想买的东西，尤其是一些爆款的单品的话，或者当下比较流行的单品，它有时候也不参与折扣。但是在小众电商里面的话，你就经常能够以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你不需要和别人去抢，你就能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去买到比较好的东西嘛。然后当时我就去他们的网站上面一看，发现价格真的超级好，然后就看到这款包要比市面上大的电商，例如说像 Sense 和 Farfetch 啊这种比较大的电商上面，我买下是便宜了大概$400左右的一个价格。然后我是以一个$900多的一个价格买下的这个包包。然后在比如说 Sense 上面的话，这款包是原价是1340，然后 Sense 最近不是在全场8折嘛，但是 BV 也是不参与折扣的，所以加上它继美国的关税之后呢，是大概是$1400左右的一个价格，所以我就等同于是省了$400多，我就又可以再花这$400多再买个 Golden Goose 的小脏鞋那一类的，我就觉得真的非常的划得来嘛。然后除了我的这款小号呢，像那个云朵包的中号是要比小号还要省的更多的，算下来大概是省了$900多，也就等同于是65折的一个价格。那么除了 BV 要比大众网站低以外，那么其他的品牌呢也是要比大众的网站普遍的价格要低的。但是在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就会有点担心的，就是它能不能够邮寄国内。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就有跟大家拍过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众电商的视频，但是我拍过那个视频之后呢，我就发现有很多小众电商因为它的能力有限，所以很多时候是不支持寄到国内的。但是这个电商它是支持寄国内的，而且基本上是寄全球了，而且邮寄国内还是直接包税的，就是你不用去担心那些关税的问题了。就比如说又是
什么海关给你扣了呀，然后自己还要去弄各种各样的，就很麻烦嘛。然后它的支付方式呢也非常的全面，就是除了像信用卡跟 PayPal 以外呢，也可以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所以你买下来就整个一套都是非常舒服的。所以这个网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宝藏网站。然后这一次呢，是因为他们主动联系我的嘛，就是说愿意给我一些福利。那么他们这次是直接给了我5张的一个50欧元的代金券，就只要是大家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去买，然后用那个折扣码的话，就直接可以减50欧元。然后还有一个我专属的一个免邮的一个折扣码，就你就直接可以免邮。反正这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东西吧，然后也帮大家要到了一个福利嘛。那么接下来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家里面的一个扩香器。最近就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多嘛，如果长期待在家里，是真的非常非常需要一些仪式感，然后和一些增加幸福感的一些小东西。它呢是来自一个法国的香薰品牌叫 Madeleine。那么这个品牌呢，它是出这种矿石扩香器的一个鼻祖，因为我们的这个是那种火山岩的一个扩香器，然后它最早出的就是这种火山岩，然后后来有发展出天然水晶啊，还有其他种种的一些材质。然后先说说这个扩香器它是怎么使用的啦，它就是其实你平时就是把它打开，然后往里面，我等一下把它放下，就把它打开之后往里面滴这种精油，然后把它滴上去之后呢，那个火山岩会吸收这个精油，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慢慢的扩散出来，就可以让一个相对较小的空间保持一个非常有香味的一个感觉。像这一罐我们平时是放在汤圆的那个衣帽间里的，就可以让它的衣帽间就随时都保持一个香气。那么说到这个精油呢，我觉得也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就是它的精油都是属于天然植物提取的，所以说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因为像这种扩香器的这种东西，它是要一直的保持你要吸进你的身体里面，如果像里面有毒啊，或者说对身体有害的物质的话，长期吸入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因为他们品牌的精油都是属于天然植物提取的，所以对人体没有伤害。他们家的东西我会比较倾向于去盲买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的整个那种香味的基调都是属于说是一个木质香调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因为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木质香调，会让我闻到之后感觉到有安全感的，然后它又是一个天然的，然后比较像大自然的一个味道。然后这个品牌呢，它最早出的就是这种火山岩的一个扩香器，后面还有出那种天然水晶的，就大概2年前吧，就那种比较好看一点点呀，然后有夏天那种很清凉的感觉，我觉得女生看了肯定会喜欢。它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专门去那种买手店里面去看，我是自己是觉得当下觉得没有我期待中的那么好看，就是没有那种网上的照片看起来那么的漂亮，就有点点小失落，所以就没有激发我那个购买的欲望，我就没有买。所以我自己就个人来说，我是比较推荐它的火山岩的，因为整个火山岩就搭配它的这个盒子的感觉，因为它的这个盒子是属于那种很工业风的，然后有那种手工感的，就很像以前的那种铸铁师嘛，就拿那种东西那种锤子去敲那个铁，然后就把那个铁就是敲的有一个形状，它就是一个手工手作感的一个风格。然后我们的这一罐的味道是一个叫 Dark Wood 的一个味道，就翻译成中文的话是一个叫暗木的味道，就它整个的香气其实也和它的这个名字很匹配，就它的味道闻起来是属于那种就很像是你在清晨就是破晓之前走在一个丛林里面，然后就是所有的树都很高，然后它就把那个光给稍微的挡住了一点点，然后清晨还有那个晨雾，就你在那种类型的一个森林里面能够闻到的那种香气，就闻到那种天然的木头的香气，能够让你觉得说很安定很安稳，然后很安静。但是呢它这里面又加入了一点点那种很神秘的香气，就是它可以把人给吊起来，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卧室里面，因为我觉得放在卧室里面可能不好入睡。然后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呢，也是一个那种家用的香氛，然后是属于这种室内的一个香氛喷雾啦。然后是我昨天才刚刚收到的，是一个叫 Sear to Dawn 的一个品牌，就它的这个盒子，就昨天刚刚收到。我是在一个 Craigslist 英国小众网站上面找到的，然后这个网站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所以在这里就不仔细的跟大家讲，因为我最近都在找那种可以喷在卧室里面的一个室内的那种香薰，后来就看到了这个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叫 Sear to Dawn 的一个法国香薰品牌，它是一个1643年就已经有的品牌了，所以到目前已经有将近400年的一个历史了。然后他们是最早出香薰蜡烛的一个品牌，没有买他们香薰蜡烛的原因呢，就是我当时就是看上了它的这个气囊喷头，就很有那种感觉，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喷出来的，而且它喷出来的这个喷雾是
真的很细很细的那种喷雾，就有点像气体了啊。然后我当时选的这个味道是一个叫 Spiritus 的一个Spiritus Sancti 的一个味道，然后它的主基调也是木质基调。我觉得大家在买这个品牌的香薰的时候，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一看。比如说你比较喜欢花香调啊，或者说木质香调，或者那种比较辛辣的香调，它都是可以直接就是给你推荐的。然后当时我选木质香调之后，他给我推荐了2个，一个是我的这个 Spiritus Sancti， 然后另外一个是 Ottoman， 然后我在里面就选择了这一个。然后我选这个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虽然主基调是木质基调，但是它里面的在中调的那个地方，不是那个香味有分前调、中调和后调嘛，然后在中调的那个位置里面是有加入那种百合的，就它会有那种百合的一个花香气。我觉得喷在卧室里面的话，可能在早上起来之后喷一喷的话，会有那种很清新的感觉，非常适合现在的一个春天。然后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呢，是属于真的非常非常日常的一个东西的，就是说如果刚刚的香薰不喜欢香味的那种朋友的话，可能就不太感兴趣。但是当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东西呢，就属于所有人都需要的，那就是最近宅在家里面最需要的一个当当家居服。因为最近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突然间不需要你衣柜里的其他的衣服了，你就只需要家居服。然后在这个月里面呢，我就是疯狂看家居服，但是家居服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断码。我其实还挺喜欢穿这种面料比较滑的那种丝质的一个衣服的。然后我之前的家居服呢，也是属于那种真丝的嘛，但是我发现真丝真的是除了穿着体验来说就还挺好的，就你穿着非常的舒适，然后很亲肤，然后很凉爽，尤其是在这种春夏天的时候。但是像那个真丝的话，真的需要你花太多的时间去打理它了。第一点就是你穿了没多久它就变皱了，可能你就在凳子上坐一下，然后无论怎么样你怎么动它都会有皱褶，真的很烦。然后其次呢，就是真丝的东西我还要自己手工的去洗，就是要手洗。我现在真的太懒了，我真的不想洗衣服，尤其是像家居服，真的它需要你经常的清洗。那么如果每一次都要我手洗，还要专门的去买那个清洗液的话，我就会觉得太麻烦了。后来就发现了他们品牌的这种就是仿真丝的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我其实已经穿了有快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了，然后也洗过，然后我就发现它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完全的解决了我刚刚说的一个困扰。这个衣服呢，就是属于说是不会皱的，但是除非是你在收纳的时候，你一直把它揉在一个地方，它才会皱啊。像正常的穿着是完全就不会有那种担心皱褶的问题。然后其次呢，就是我有把它放进洗衣机和烘干机，就洗衣机洗，然后烘干机去烘干，就是完全不会有那种缩水的情况，也不会说就洗一洗就是整个型就走样了。然后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我最近买的一个护肤品。然后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叫诺瑞的品牌，是我在 Econception 上面看到的一个新的那种比较小众的一个护肤的一个品牌。第一眼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整个设计是属于这种非常简单的一个瓶子的设计。收到之后呢，就握在手上的一个整个感觉也是非常有质感的。就我还挺喜欢那种护肤品就拿在手上有质感的那种感觉嘛，就整体是一个那种使用体验的一个加持。然后这个护肤品呢，其实我收到的时间不长，就大概只收到了几天的时间，然后我也只用了几次，所以目前还不能够说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那种使用的一个反馈。泡沫的一个洁面乳，然后它就是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挤出来这里就是像这样泡沫的，然后来洗脸。然后它整体的味道是属于那种有点像橘子味的，就非常适合现在的这种春天和夏天，就有那种非常清新的一个感觉。我其实平时是非常喜欢这种泡沫的洁面乳的，因为我觉得它要比那种普通的洁面那种洗面奶要更好的去推开，然后也不容易跟我的脸部有摩擦，就我可以很轻的在我的脸上带过。反正我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过度清洁的。然后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和大家反馈。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的一个那种保湿的面膜，就我最近是在那种洗澡的时候，因为洗澡的时候有时候我可能要做一些去角质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在上面敷一个面膜，因为我觉得洗澡的时候我的毛孔是打开的嘛，那么这个时候敷面膜是效果最好的，然后就会敷一下这个面膜。等一下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面膜的质地，就是这种的一个白色的，然后把它抹在脸上就好了。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呢，就是属于那种保湿，然后可以让皮肤一下子感觉很紧致。然后我自己感觉下来呢，是保湿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就你放在脸上，你大概等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它洗掉了嘛。然后洗掉之后，就你会觉得脸比较水叮叮的。好了，这些就是我这一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我最近
入手的一些东西，然后和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些网站的推荐了。我就想说，以后我在做购物分享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多多的分享一些我最近发现的一些比较好的网站呀那一类的吧。就反正就是让我的购物分享也能够更加的丰富。然后这就是这一次全部的一个视频。然后关于像那个白衬衫的测评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挺期待的，就是因为我这一次是有准备10几件的白衬衫，然后价格的整个差距也是很大的，就从很平价的，然后到比较贵的那种轻奢的衬衫，就比较贵价的品牌。但是目前呢，就还有2件没有收到，等我只要收到它们就立马拍给大家。然后像新的量体裁衣我也有在准备，然后大家可以跟我留言说你最想看哪一个部位。然后这就是我这一次的一个视频，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那我们下视频再见，拜拜。